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扭转乾坤，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。阅股无数，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上一支影片，小编我探讨了一家与 Revenue 相似的公司 GHL System， 并看看他们近来的表现和他们与 Revenue 的差别。然后上支影片也做了个统计，几乎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白色机器。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来分享一家与股民们息息相关的上市公司，并看看他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。那么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。那么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公司是江湖人称博萨，正统名为大马交易所 Bursa Malaysia， 也就是现在提供你们交易平台背后的公司。所有的 announcement 股票的买卖都会经过 Bursa Malaysia。那么你们知不知道，其实除了股票 Bursa Malaysia 还有其他的产品呢？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，请容许小编我在这里打个小广告。扭转乾坤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又再次开放给新会员加入了。在这里，小编我会发出马股大小时事分析报告和你问我答环节活动。此外，如今加入的朋友们还能额外得到免费的10拿9稳马股分享会哦。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点击连接，直接联系扭转乾坤的 Telegram 加入哦。回到正题，我们马上来看看他们到底还有着哪一些业务吧。首先，可以把他们的业务简单分为3种，那就是 Securities Market、Derivative Market 和 Islamic Capital Market。首先，我们就先来看 Security Market 证券市场，也就是我们平时买卖的股票和平单默认的产品。而这个市场也被分为3个级别，分别是 Main Market、Ace Market 和 Lead Market。Main Market 主要是些市场份额 Market Cap 比较大的上市公司，而 Ace Market 创业板则是提供给一些比较小型和较新的上市公司的上市平台。那么相对来说 Ace Market 的上市条规也会比 Main Market 来得宽松。至于 Lead Market 则是提供给一些 SME 中小型企业的市场，但是 Lead Market 的股票购买者也必须达到一些条件才能购买他们的股票，所以交易量也相对的比较低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截至2020年12月31日，在 Main Market 上市的公司一共有767家，而在 Ace Market 上市的公司一共有135家，至于 Lead Market 则有34家。那么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第2项业务，也就是他们的 Derivative Market， 也就是金融衍生品市场。这个市场主要就是做一些期货的交易，其中就包括8个 Commodity 商品期货、6个 ETF指数证券基金、4个 REIT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Derivative Market 主要的交易都是来自 FCPO， 也就是中油期货，一共占了 88% 的 Derivative Market 交易，而剩余的 19% 则是来自 FBM KLCI 马股综合指数基金和 1% 的其他交易。然后来到他们的第3项业务，这是他们的伊斯兰金融市场 Islamic Capital Market， 主要是交易一些 Sharia Compliant 的金融产品，包括股票、凭单和债券。我们从这里看到，符合伊斯兰教义的金融产品一共占了市场 69% 的份额，而非伊斯兰金融产品则占了 31%。那么其实除了这3项主要的业务，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业务，就比如 offshore 海外的金融债券和伊斯兰债券等等。那么看完了他们的业务和市场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表现如何。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232.3 个 million， 比起上个季度的 230.7 个 million 是提高了 1.6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0.7%。 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 104.9 个 million 提高到了 121.4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增加了 16.5 个 million， 15.7%。至于盈利率方面，也从上个季度的 45.5% 提高到了 52.3%。那么与其说他们这个季度的盈利有所提升，其实更贴切的原因是他们上个季度的盈利有所下降。这是因为他们在每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的开支都会稍微比前3个季度高，这也是为什么上个季度的盈利会有所减少。看完了他们的季度表现之后，我们就来看看在2020年的收入都来自哪一些区域。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在2020年的总收入一共达到 778.8 个 million， 而其中占了最大部分的收入是他们的 Securities Trading， 也就是股票交易，
高达498.9个 million， 一共占了去年总收入的 64.1%。而排在第二的就是他们的 derivative trading 金融衍生品的交易，达到了 91.1个 million， 共占了总收入的 11.7%。那么其他的收入就还有来自于他们的 listing and issuer， 也就是帮助股票上市和发行新股票，占了 7.3%，depository service 占了 6.3%， 和 market data 市场数据占了 6.2%。 那么从这里不难发现，其实 Bursa Malaysia 很大一部分的收入其实都是在依靠他们的股票交易来支撑。所以我们就来看近期的马股交易量表现又如何，这样我们就能判断出他们所在的价值。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，马股的交易量其实在去年2020年的8月达到了顶峰，创下了275个 billion 的交易量，而之后下滑直到2020年的11月，再次回升到了224个 billion 的交易量，然后又开始回调一些，之后在近期也有疲软的状态，虽然还是比疫情前的交易量来得高。但是我们来看2021年5月和6月的交易量分别为118个 billion 和125个 billion， 也算是12个月内最低的交易量。那么这是否将会打击到 Bursa 接下来的收入呢？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。虽然说 Bursa 的收入会被交易量所影响，但是还有另一个要关注的指标，就是他们的 effective clearing fee rate， 也就是他们能从交易中获取的收益%率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其实比起去年的同个季度是有所上升的，一共上升了 5.9个%。但是这到底能否足够弥补他们交易量减少的损失，就很难说了。毕竟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的交易量的下降应该不止 5%。那么在未来还会有什么事情会影响股市的交易量，而间接影响Bursa Malaysia的收入呢？这里小编也指出其中的一点，那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 OPR rate 隔夜利率和美国的利息。那么为什么这些将会影响到股市里的流动量呢？这里就要让小编我来为你们解释。因为今年的美国利息已经降到了低点，而马来西亚的隔夜利率 OPR rate 也只有 1.75%， 这就导致了大笔的热钱涌入了市场，其中就包括了股市。而如果疫情过后或者是过低的利率导致通货膨胀过高，那么不排除利率将会再次提升，而这将会导致热钱流出市场，到时市场将会回归平静，而交易量也会减少。虽然说近期应该还不会有这样的动作，但是相信利率应该不会一直保持在如今的低位。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，因为马来西亚的股市也会被我们的国家政治的稳定性所影响。那么虽然说Bursa的未来将被股市的流动量牵连，但是也不是全是坏消息。Bursa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派息率是非常高的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以往的派息率都是在 90% 以上，也就是说他们每年所赚到的钱的 90% 都会用来派股息，所以不难看见Bursa也有一帮他们的忠实粉丝。之后我们也来看看市场对于他们的情绪。从他们疫情前2019年的 PE 来看，平均是大约25倍，而在去年2020年也达到了30倍以上的高位，但是如今的 PE 也只有 14.2 倍，比去年还低。看来如今的市场的情绪已经更偏向Bursa的盈利将会降低的可能性。如果想要了解 PE 的各种运用方式，也能到我们之前的 PE 教学影片了解更多。那么荧幕前的你们又是怎么认为的呢？我们就来做一个投票吧。觉得如今Bursa是被低估的，请打上1；而觉得Bursa未来盈利将会慢慢降低，然后 normalize PE 的，请在留言区打上2，并分享您的高见哦。下次影片我们就会来公布投票结果。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，有些故事用于赞颂，有些用于警戒，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，请大家三思而后行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。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